我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团结起来，像犹太人那样去称霸世界。可惜中国人却内讧不断。这个呀，是我频道一个留言，他有这个美好的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是关于华人特别扎心又特别现实的事儿。我最近啊，老听见一个说法尤其是在美国那边的华人圈里，说咱们第一代移民拼了老命啊，那真是卷遍天下无敌手，一个都是什么名校的博士啦，硅谷大厂的顶梁柱啦，曼哈顿有房的主，这妥妥的社会精英，对吧？可是怪就怪在这儿就这么牛的第一代，那到了第二代，华人的孩子好像变得特别的普通。你没听错就是普通人。我前阵子听说在这个纽约有个讲座，一个华人学者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咱们这代人啊是拼死拼活混成个人尖儿，结果咱们孩子长大感觉跟主流社会隔了层玻璃，融不进去，也谈不上啥影响力。你说这个事儿奇不奇怪啊？这按理说华人多聪明啊，多努力啊，虎爸虎妈带出来的孩子，藤校补习班哪样落下来怎么就到了最后拼尽了全力却好像换不来这精英的传承呢？有人说呢，是不是美国这个地儿不认努力你还真说错了美国这个地方太认努力了，但他更认抱团的努力。咱先来看看别人家是怎么玩的你比方说这个黑人哥们儿，人家那真是斗争出来的地位从马丁路德金到后来的 BLM， 就是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你敢动我一个人我整个族群都站出来给你掰扯。那人家要的是啥？是权力，是你不能欺负我。这种力量政客都得掂量掂量。那再看看这个犹太人，那更不用说了人家那真是政商两开花，从这个华尔街到好莱坞，再到这个国会山，人家那个人脉网那个影响力是杠杠的人家是真金白银的支持自己人，不含糊。重点来了咱得说这个印度，现在这个硅谷你抬头一看，什么 CEO 啦，副总裁啦，印度裔的面孔是越来越多了。微软、谷歌、IBM 都快被人家包圆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单打独斗吗？不是，人家那要一个铁我听过一个在硅谷上班的网友吐槽，说他们公司来了一个印度经理，不出2年，他那个部门从上到下提拔的全是印度老乡。人家那个校友网老乡链玩的那一个溜什么叫你帮我，我再帮你这就是人家是把自己人这个概念实实在在变成了职场上的梯子，一个拉一个，一个顶一个，最后呢人家就上去了。那看完别人呢，再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自己华人是怎么干的。自己人跟自己人抢破头，还得防着自己人捅刀子。这个不是我瞎说我跟你讲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那家科技公司扎堆的湾区。一个华人主管，那手下有2个兵，一个是白人小伙，刚来没多久，这业务还不太熟练。这另外一个呢是华人小哥名校毕业，干活也利索。可是到了提拔的时候，你猜猜这个华人主管提了谁？他提了那个白人新手。为啥呀？后来这个私下吃饭这个主管才说实话，他说我不想被别人贴上只帮中国人的标签我一听这话我这个心里五味杂陈怕被边缘化，怕被贴标签，怕被说搞小团体。咱们华人活得也太体面了吧，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了，生怕别人说咱们是拉帮结派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这印度人是组团往上冲，华人呢一个个都成了孤岛，每个人都在自己那个小隔间里拼命干活，但是谁也帮不上谁。我们得深挖一下这个孤岛思维，这怕被贴标签的毛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呀？我觉得吧，这跟咱们第一代移民的经历有关系。你想想这第一代能出去的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学霸？在这个国内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托福、考 GRE 刷题刷出来的。那他们信奉的是啥？是个人奋斗。我只要学习好我只要技术牛，我就能搞定一切。那到了美国呢，进实验室进大公司发现这套还真好使。我代码写得好，我论文发得多，老板就能给我升职加薪。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万事不求人，全靠我自己。他们不习惯也不屑于去拉关系，他们觉得那是歪门邪道。那好，第一代靠着这个技术，靠着勤奋站稳了脚跟，但是代价呢？代价全在下一代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在学校里呢，老师对他们的印象是啥？安静的亚洲人，数学好，不爱说话。但是到了职场上，领导对他们的印象是啥？
技术不错，干活踏实，但是吧，不具备领导力。为啥不具备领导力呢？因为领导力这个玩意儿啊，不是光看你这个技术有多牛，还得看你能不能忽悠人，能不能搞定人际关系，能不能在关键时刻代表一个群体的利益发声。可是华人孩子啊，这个从小看到的爹妈啊，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圣贤马。他们没有那个群体的概念啊，没有那个归属感。他爹妈那辈啊，就没有人在前面给他搭台子铺路啊。那别的族裔呢，人家爹妈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公司啊，在教会啊，早就把这个人脉网织好了。华人孩子呢，那就只能孤零零的去闯，闯到最后呢，就卡在那个竹子天花板下面了，上不去下不来。有人就说啊，是不是华人天生啊就聪明独立，不需要组织啊？这话啊，纯属给自己脸上贴金。华人不是不懂团结，是咱们不信团结，甚至啊害怕团结。比起大家一起上，华人更信我一个人就能行。比起支持同胞，更怕被同胞拖累。你看看啊，一出点啥事儿啊，就说前2年这个疫情刚开始那会儿啊，针对亚裔的歧视啊，暴力事件蹭蹭的往上涨。这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咱是不是该站出来抱团发声？你再看这个黑人，警察一暴力执法，人家全美各地啊，呼啦啦的全站出来了。从这个明星到这个平民啊，那真是同仇敌忾。那我们呢，出了事儿，很多华人的第一反应是啥？撇清关系。哎呀，他肯定不是我们这类人，他是不是自己做的太过分了呀？可别把我们整个族群都给拖下水啊！你看，华人习惯了沉默，习惯了忍，觉得逆来顺受是美德。可是你忘了啊，美国这个国家，它从来不是为沉默的人设计啊！你越沉默呢，人家越觉得你好欺负。那久而久之，不仅没有捞着安全，连这个话语权都丢了。职场上咱不抱团，那政治上更是透明人呀！你看看美国国会，黑人呢有自己的议员团，印度也这几年也出了不少人。贺锦丽不就是有一半的印度血统吗？我们华人呢屈指可数，为啥呢？投票率低，捐款率低，游说能力啊几乎为零。很多华人觉得，哎呀，政治那玩意儿太脏了，咱不碰。兄弟啊，这不是高尚，这是自我放弃啊！在美国，你不玩政治，政治就来玩你。没有代表替你说话，就没有资源分给你。那没有资源，你孩子上学，你社区治安，凭啥比别人好啊？那我听说更可悲的，有的华人啊，好不容易出来竞选了，连我是中国人都不敢大声说呀，生怕被贴上亲中的标签，两头不讨好。你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政治上的孤儿。以前老说这个华人是一盘散沙，我觉得吧，这个比喻不准确。我听说过一个更狠的啊，说咱们华人啊更像是一锅滚水，啥意思呢？你看看这一锅水烧开了，那锅里的每一粒米是不是都在拼命的挣扎、翻滚、上蹿下跳的？那每一粒米都觉得自己特牛、特能折腾，但是呢，谁也不服谁啊，谁不挨着谁，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啊，消耗着同样的热量，但就是盛不了一锅饭，全在内耗。那这锅滚水里啊，成分还特别复杂，福建来的看不起广东来的，港台来的瞧不起大陆来的，精英移民看不起草根偷渡的，老移民看不惯新移民。我的天哪，本应该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结果成了老乡见老乡，背后插一枪。那本该是抱团取暖的，结果成了互相拆台的。你说就这锅滚水，你怎么指望它能给下一代提供什么营养啊？那聊到这儿，估计有人就要说了啊，你光说问题，那咋办呀？咱还有没有希望？那有肯定是有的呀，那前提是你必须得把这个脑子里的水倒出来啊，认清这个社会的真相啊。真相是啥？真相是美国不是靠你个人奋斗就能上位的社会，而是靠族群博弈分蛋糕的战场。那你一个人再能干啊，你就是那锅滚水里的一粒米啊，你不组织起来你就没有资源，那你不抱团发声你就没有权利啊，你不帮自己人你就会被所有人边缘化。咱不能再指望我只要好好读书，安分守己，当个模范公民就能赢得尊重。这个时代啊，不奖励沉默的好人，他只奖励那些能把自己族群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代人把安全、稳定、忍当成了生存法则，但是必须明白啊，这一套法则保护不了咱的下一代。我们可以不爱出风头啊，但是你不能没有立场啊。可以低调做人，但是不能失去群体的力量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没有人会替你争取，除了你自己啊。这印度人留住了精英后代，黑人撑起了族群空间，而咱呢，无数华人精英啊，用半辈子的血汗把自己卷成了精英，那最后才发现啊，
自己努力的终点只是下一代普通人的起点。有人说这是命，有人说这不是命，这是选择。咱们可以继续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可以学着为同胞撑起一片天。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团结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团结，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一代兴，二代衰，这不是宿命，这是警钟那这钟早就该敲醒了。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你觉得华人目前是这样吗？一起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